家长的生活整理系统。日志的最大优势就是在于你可以马上开始，你让你的今天会变得比较容易。这个是我目前比较推荐给家长的格式。这些焦虑的感受，日复一日在做的任务，它只有真正被写下来的时候，它才会开始有意义。1、2、3，麦克风试音，1、2、3，哈。丢高，先弟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在家里带小孩，越带越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感觉？每天很忙，但是结束之后就有这种不知道到底在忙什么的感觉。久而久之，我觉得你会打从心里觉得说，我以前明明就是一个很棒的人，我老板都很喜欢我，可能我的收入很高之类的，我是没有啦。但是为什么现在我开始带小孩以后，我却是一个黄脸婆、大肚腩？现在弟弟快2岁了嘛，然后我觉得每次当我回想到他1岁以前的时候，但是还不会走路，然后就是躺在那边的时候，然后我都觉得那段时间的我就是很不健康。就连我们的观众或者我们的朋友看了我们的影片，都觉得你那时候感觉还蛮忧郁的。它是一种你的生活逐渐的被育儿给占满的感觉。但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也是被育儿给占满啦。但是我觉得比较是你的心里有一点会被这种忙碌给吞噬的感觉。所以今天就是想要透过这部影片，可以来帮助，如果你现在你小孩也还小，或者是你一个小孩跟我们差不多大，但是你还是觉得你的生活很混乱，总是停不下来，总是很焦虑的这种家长，可以有一套属于家长的生活整理系统。其实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系统，其实就是子弹笔记。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子弹笔记是给那个文青用的，这行子弹笔记都是什么成功人士或者是什么很自律的人在用的。我这几年来来回回用了很多不同的这种笔记系统或者是目标管理系统以后，最后用回来我还是发现，我子弹笔记还是最适合爸妈的，好好把我们的生活梳理清楚的一个笔记系统。我自己是在黄熙大概半岁大的时候开始写子弹笔记的嘛，之前就稍微有听过别人分享子弹笔记这样，但我觉得说实在，因为其实在有小孩之前，你用什么笔记系统，我觉得并没有那么明显的感受差异，因为你生活没有这么极限。你需要一点极限的测试，而且我觉得你是可以花很多时间在写你的笔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它有没有这么敏捷，它有没有这么有效率，其实你的感受上是不明显的。甚至你没有小孩之前，你不用写笔记也无所谓啊。可是我觉得，当然有小孩之后，毕竟你的时间跟精力就是有限的，你就很需要一套很适合现在的自己的状态的一套笔记系统。对于大部分的家长来说，我发现其实我们共通的痛点都是蛮接近的。你一整天很忙，你会觉得你是全世界最忙的人，但是你一整天结束以后，小孩去睡觉以后，你却觉得今天自己好像一整天什么事都没做的感觉。或者是这种很忙的日子，其实累积了数个月或者是几年的时间，然后你会觉得过去这几年我好像没有累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可能特别对男性友人来说，我觉得是特别的恐慌的。你会有种好像别人一直在前进的感觉，但你自己一直在停滞，可是那个停滞不是休息。而且我觉得甚至很多时候会是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个错的选择。我们明明就是选择了育儿这条路，但是我们会一直去看到别人选的那条路好像是一个更好的一条路，总是觉得别人的人生过得比较好。对啊，但其实就是我们自己选择要生小孩的，然后我们又选择了自己要带小孩。所以我觉得一直以来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一直会觉得，其实是我不够自律的关系。大家也都看过那种一边带小孩，然后一边创业，然后又很成功的那种人，然后就很漂漂亮亮。可惜不是你，可惜不是我。像我的 IG 我就很常被推到，就是那种很漂亮，然后身材又很好的妈妈，然后照顾小孩就是非常的轻松，但是她又可以过一个很有品质的生活。不会，大家眼中的你也是这样子啊，很漂亮，身材又很好，育儿又很轻松。这就是当你自己开始拍影片、剪影片之后，你就会知道不是这样。你不会把自己胖的画面剪进去。说真的啊，我觉得你如果是100%自己在带小孩的话，我觉得你是不可能漂亮的啦。哦，对，那你刚刚是在说什么？那你刚刚你是例外啊。哦，但是没关系，我们就是正义的化身。我们跟你一样烂，跟你一样胖，跟你一样丑。大家如果觉得就是我们长得还可以的话，其实只是因为相机的关系，你只要花钱。不是，大家觉得我们长得还可以，代表其实你长得也还是可以的。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盲一点，我觉得也是一点错误归因啦。就是其实我觉得自律其实是可以复制的，自律是可以自律是可以学习的。怎么学习？所以你就需要一个系统。
所以我相信，可能对于很多的荧幕前的观众大家来说，大家也都会觉得 Hannah 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其实，在我眼中哦，身为她的常年的室友，我也觉得她是一个很自律的人。跟我比起来啦，我除了运动上面比她自律以外，但是其他部分我就是一条虫，我就是一滩烂泥这样。小孩睡觉以后，我就只是想要那个躺在床上没洗澡，你就趴在床上看手机。对，但是我不觉得 Hannah 她是一个比较能够 handle 混乱，或者是比较不焦虑的人。我觉得只是他面对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他能够比较快的解决这个混乱期而已。你说可能，例如说有些人会花个1个礼拜，但可能有些人可能花个1-2天，有些人可能花个好几个月。对，可能或好几年，对，或好几年这样子。我觉得我就是那种好几年的这种人，这样。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说，其实你的生活是可以被整理起来的，透过学习一套系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推荐给大家用子弹笔记的这个方法，因为我觉得子弹笔记它的最核心的重点就是可以帮助你的大脑来减压。无论你是比较情感丰富，还是你是脑袋事物比较多的人呢，其实你就可以直接用子弹笔记的一个概念叫做 Daily Log。就可以开始做这件事情。而且 daily log 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你只需要一支笔，然后一张纸或是一个笔记本这样子。那这个其实就是子弹笔记的最小的单位，跟最容易入门开始的单位，就是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对，现在就可以开始。好，例如说今天，所以此时此刻，其实大家就可以先把影片暂停，去拿一个笔记本或者拿一张纸出来。对，你就可以开始这么做了。好，那例如说，去吧。好，回来了。好，然后例如说今天是2月23号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最刚开始就是只要写上就是2月23这个日期，这样就可以了。好，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这个日期。如果你想要写星期几的话，也可以。好，所以例如说星期2这样子。今天星期一，好可爱啊！今天是星期一。我给你写。时间感错乱。所以这边就是把所有我在今天想到的任何事情都写在这个地方。Anything 哦。Anything 哦。好，所以子弹笔记呢，它就有分成3种归纳资讯的方式。所以第一个叫做事件。事件的话，就是可能是今天会发生的一件事，或者是今天的一个行程。好，例如说，假设我们今天晚上，这是真的，我们今天晚上去朋友家吃饭，所以呢，我就会写事件，它的代号就是一个圈圈这样子。对，这个要特别记得，事件就是圈圈，来跟我说一遍。事件就是圈圈。我是他叫他们跟我说一遍。朋友家晚餐。你好邪哦。对啊，而且其实我平常是更邪的，但人家眼睛都撇了，所以我现在有点卡。晚上6点，那你就是这样子写。这样就可以了，或者是你也可以写的事件是，例如说今天发生的一件事情，买了一棵新的植物，所以它可以是一个行程，或者是它可以是就今天发生的一件事情。其实也可以写小孩啦，比如说小孩今天开始会走啦，像弟弟昨天会说地板湿湿，他就说湿湿，就是任何一个事件。所以这2种它就是事件。那接下来第2类呢，就是任务，所以就是所有要做的事情。它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任务，这样。好，例如说今天要买卫生纸，例如说今天我们现在在拍子弹笔记的影片，所以它就是拍子弹笔记影片。就是你需要拍。对，就是它是一个要执行的一个待办事项，基本上就是你只要那一天你想到的事情就写下来。所以这2个呢，它就是任务。第3个它叫做注记，就是它其实就是笔记的意思。就是你今天可能想到的任何的得到什么样的资讯啊，你今天想到什么样的灵感啊，它就是像是一个笔记栏位。对，它又不是事件，又不是一个任务。对，那它就是主题。好，所以例如说今天是这样子，它的符号就是一个横线这样子，就是例如说，就是你今天的一个感受啊，比如说今天那个又骂了黄熙。我觉得可以是心情类，也可以是例如说一个小知识类的。像我们最近就发现，你可以插竹签把鸟赶走，或者是非洲的每60秒，台湾就，所以它可能可以是一个心情，然后它可能可以是一个笔记。因为像是我就是做这种内容创作的嘛，我的脑袋中就会突然出现说，哦，这个画面如果配什么的话，应该是个好故事哦，这样子。就不管是我在帮我自己想，还是帮我的客户想的时候，所以我就会把灵感我也会写在这个上面，这样。然后等到那一天到时候，比如说那天实际要拍摄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哦，对我当初我就先想到了，我就不会让这个灵感跑掉。在 Daily Log 里面，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写到任务嘛？那像事件或者是注记这种东西，它就是没有什么后续，你就是只是写下来。可是像任务的部分，你可能会有完成任务，因为如果你完成的话，你就需要把它标示起来。
然后或者是没有完成，或是后来发现不需要了，那你就是可以用不同的符号把它标示清楚，这样子，就像是一个点嘛。所以，例如说，如果我买了卫生纸，我今天买完卫生纸了，我就会把它打一个叉。这样就表示我今天做完这件事情。大家可以试试看，会有一种爽感。对，所以你可能，例如说，你今天原本有很多个待办事项，然后你就会把它陆续打叉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后来发现这个东西不需要了，子弹笔记它的概念是任何写下来的东西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其实你没有必要把它擦掉。就除非你是写错字那种，你不满意这个格式，那你可以把它擦掉。可是如果你发现这件事不需要，那你就是直接把它这样子划掉就可以了。你基本上就是只要用这3个符号。你就可以写完你今天所想到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 daily log， 对，日志。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有1年吧，就是我基本上我就只有写 daily log 而已。因为那段时间就是我在家带弟弟的时候，然后每天就是弟弟会有这件事情那件事情，我需要买这个买那个，就要带他去什么打针或是怎样的。然后当我脑袋实在是没有办法记下这么多东西的时候，就会把它写下来。然后我觉得我大概就是靠每天写 daily log 度过蛮长一段忧郁的时间的。就是你可能就会发现，你虽然每天这样子写，可是你没有办法规划未来的事情，或者是例如说，你可能小孩可能是下个月的某一天要打针，那这个就是要写在哪里？所以我觉得日志它的最大优势就是在于你可以马上开始，然后你让你的今天会变得比较容易。但是呢，以长期来说，就是我们不可能就是只是顾好每一天的事情嘛，所以这时候呢，你就会需要月志 （monthly log）。那这边来示范一下 monthly log 要怎么写。子弹笔记的系统它都是排版非常容易的，所以你刚刚就发现基本上这个不算是有排版。那 monthly log 的话，其实也不太需要有什么排版，你只需要写有满足几个要素就可以了。例如说，假设我们现在要规划3月的，因为3月要打针了。好，3月要打针，所以你在这边写3月，然后最简单的方式呢，你就是只要写从1号开始写，就基本上这个地方就是写上所有3月的日期，然后完全不用考量任何排版，减少你任何做决策需要消耗的心力。考你3月有几天？1月大，2月小，3月大，我都需要重来。旁边这边你可以写星期几，因为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容易认。你觉得这样子写起来有点不明显的话呢，就是你也可以拿荧光笔，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用另外一个颜色的笔，就是把周末把它圈起来，这样你就会比较知道哦，就是那2周是周末啦。所以这边的话呢，就会是3月的计划了，你这边就会有所有的日期。3月18号好了，就是那一天小孩要打针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可能就会写小孩打针几点。你写在17号。哦，那就是17号吧，改成17号了。好，那突然改了。对，例如说这一天你可能要去看演唱会，你可以写3月10号有一个伟人诞生了。好，就这样。好，例如说就是这样子，然后所以你就可以把3月你预计要做的事情可以放在这边。3月3号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吗？对耶。好不起眼的日子。结婚8年纪念日，所以呢，你现在就是有了日志，可以记录每一天的事情，然后有了月志，你可以记录一整个月份的规划。但是呢，你可能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好像没地方写。当你可以规划好你的今天以后，其实你就可以开始为你的明天规划。然后当你可以规划好你的这1周以后，你就发现，其实我是可以规划好下一个月的。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被整理清楚了。对。那其实当你可以规划下一个月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下半年的事情你也可以有一些规划了。对。父母如果可以这样对生活有点这种掌握感的话，我觉得你在育儿的幸福感会是提升蛮多的。子弹笔记当然就是不是只能管理好今天跟下个月而已，其实它是可以管理到很多你的未来的。所以其实这就是月志。跟它有一个未来志 （future log）， 但我们可能没有要透过这影片来跟大家强调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重点还是你今天就开始写你今天的日志，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对，才可以好好梳理你的生活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可以推荐一个，就是 Hannah 这几年她研发出来一个特别适合家长的一个日志形式。然后这个是在书里面没有的，但是我觉得Hannah的这个发明非常的天才。其实我也是参考别人的模板啦。如果你是看《子弹笔记》发明者他写的这本书，或是他的提供的模板的话，他就是会有很基本的日志，然后会有月志，然后还会有未来志这样子。反正基本上就是记
今天，然后短期跟长期的事情这样子。但后来呢，我就自己用了一阵子之后，我就发现，虽然这个弹性很大，但对我来说，因为特别是当我身为一个家长之后，其实很多事情我是要一次规划1周的。就是例如说，就星期几要干嘛，星期几要干嘛，就其实有时候并不是每一天都有这么多事情需要记。然后我就发现，我一次如果可以看到一整个礼拜的行程，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规划的。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当父母，其实我们还蛮需要这种纵观的这种视角来看一下我们的生活，因为我觉得身为父母来说，我觉得我们的琐事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其实多到你基本上你不用写，你也知道你需要做这件事情。有时候很多是那种本能的肌肉反应这样子。就例如说你在日志，你就没必要说要帮小孩洗澡，你也不用，对，你也没必要记得说今天要洗衣服，然后要帮小孩整理明天的书包，因为就你看到那边有衣服，你就会去洗，就是我们都是本能驱动的。所以呢，我后来就发现，日志的这个形式，就是它虽然就是可以用到哪写到哪这样子，但我后来就发现有一点不利于就是我管控一整周的行程。后来呢，我就参考了别人的模板，但总之我现在用的模板呢是长这样子的，它比较像是一个周制的格式。对，那所以呢，我就会在这边会写上，我这一周我需要做的事情，对，但是可能还不确定是哪一天要做，但总之我这一周要做，然后我就会有星期1、2、3、4、5、6日，然后就写上这一个礼拜的所有的日期跟他们是星期几这样，然后我一样用就是刚刚日志的这个模板，只是会写在下面的这个相对应的格子里面。那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对我来说的好处就是呢，因为其实我们带小孩，说实在，我们的每一天就是每一周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规律的，所以例如说星期4小孩要去上什么才艺班，然后星期天会固定，例如说跟家人吃饭、跟朋友吃饭，那这种事情就是我等于我在规划下一周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先写好的。我就比较不需要，就是还要等日志，然后还要都写在月志，然后每一个都还要再这样抄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我觉得比较推荐给家长的格式。一方面我觉得比较容易管理所有的行程跟代办事项，然后一方面我觉得你也比较不会有那种就是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空白，然后你不知道写什么的那种焦虑的感受。我觉得子弹笔记对我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很清楚的帮我把事情，就是任务，因为我们身为父母，我们很多的事情嘛，很多的任务需要做，跟我们的情绪可以是很清楚的分别开来的。做任务的时候，我们就是很理性的完成这些任务，但是当我们有其他感受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些感受另外的记录下来，对，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最痛苦的是这些全部东西都混杂着情绪跟你的感受的时候，我觉得就会变得就是让人会觉得越来越疲惫。透过手写这个方法，其实就可以让我们把很多我们说不出来的焦虑是可以被记录下来的。像我们也是，当然也是会用手机，也是用其他的3C 产品，但我觉得手写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受，就是因为你实际上你真的花时间跟花精力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它跟你在手机上面你想要一个事情就把它一直放在代办事项上面，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因为当它这些事情放在手机里面，跟当这些事情是反复被你写的时候的那个回馈感是很不一样的，帮助我自己去更反思，就是我脑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觉得用手机写，就是一方面打字很快，甚至你可以跟 Siri 讲，就叫我用 Siri 写，然后它写在那边你不看，其实对你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影响的。然后你要把它删掉也非常容易，就是反正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了这样子。可是当它是被实体化的时候，对我来说我是更有意识的去想说，哦，原来就是我头脑我在烦恼的都是这些东西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当它被记录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还会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这些焦虑只是一个它的外表而已。其实它的内在，我觉得很多时候更多的是我们在乎我们的家庭，我们在乎我们孩子的感受，我们在乎自己的感受，我们在乎别人的眼光，然后我们在乎生活的健康，这样真的还蛮推荐大家就是可以试试看的，因为这是一个成本非常低的整理生活的方法，整理生活的方法这样子，对，就不管是金钱或是时间的成本。好，所以如果这部影片你看到这边，然后你觉得这个方法对你有效，我们刚刚谈的过去那些很焦虑啊，或者是那些不舒服的那些感受，你觉得同时也发生在你的育儿生活中的话，我们就把这些比较详细的资讯跟步骤整理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源，其实就是教大家如何最快速的上手子弹笔记啦。那我们这个课程其实就是专门做给正在育儿中，然后可能你同时又需要工作，你也就是蜡烛多头烧的爸妈们。对，蜡烛也只有2头而已啊。我觉得这套系统就是在过去这几年
帮助我们很多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就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这个课程它就是只有$19而已，就是我们想要设计的课程是希望对大家来说是相对友善，然后这个课程的资讯呈现方式也是希望对大家来说是可以运用你育儿比较琐碎的时间，然后就可以看完这些东西。重点是你可以实际的开始真正的运用这个整理生活的这个系统。那所以在这个工作坊里面呢，就是我就会讲到我是怎么写日志、月志、未来志，然后反正就是子弹系统的整个完整的概念之外呢，同时就是会分享我自己在使用上我是比较倾向什么样的方法，然后我是怎么做的。然后我们就是会在用整个3月的时间，我们会一起实做一遍。所以你在参加完这个工作坊之后呢，其实你就可以自己就是一直复制这个格式，然后甚至你可以知道说有什么哪些网络的资源，然后可以去扩充你的模板。子弹笔记其实它是有很多应用的方式的嘛，它其实就是一个笔记的系统，所以它是可以写很多各种内容的。例如说我开始想要达成一些健身上的目标，我开始想要完成一些我个人的计划，那这些要怎么同时用这个系统可以达成？那这就是在工作坊里面会分享给大家的。我觉得对我来说，育儿其实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一种战争的感觉吧。就其实很多感受跟很多的经历，真的就只有你自己知道而已。就我们一直希望可以有某一个人可以同理到我们的感受，或者是可以接住我们的这些感受。那我自己的经验是没办法的，有时候甚至连你身边的这个人，他其实都没有办法完整的接住你的感受，他也不知道你对未来的焦虑到底是什么，职涯被暂停，然后每天面对小孩的苦恼。好像日复一日都没有结束的这种感觉，这样你的笔记本就是你的记下来的这些东西，它才会是一个真正能够同理你、真正接住你的地方。这些焦虑的感受，或者是这些你日复一日在做的任务、在做的这些事情，它只有真正被写下来的时候，它才会开始有意义。对，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更享受在你的育儿生活，然后可以好好陪你孩子长大。好的，那我们就工作坊见。OK，再见。